欢迎收看第1153期北京不静音2026年7月25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张罕见的巨额罚单。携程集团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另处罚款35.21亿元，合计51.79亿元。此外，还被责令把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1.22亿元订单储备金全额退回。我先把立场说清楚今天这期节目我不是替携程喊冤按照官方公布的事实，那么携程呢要求一部分酒店只能和他独家合作，又要求另一部分酒店必须给他全网最低价，并透过流量分配、平台规则和技术工具迫使酒店服从。这些行为如果证据成立，就是典型的平台权力滥用当然应该被处罚。但是一家公司应该被罚，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去追问问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偏偏在此时出现一张51.79亿元的罚单当土地财政快速萎缩，地方税源承压债务付息与民生支出又不能轻易缩减的时候，那执法机关所面对的这种激励会不会发生变化？一个政府又要拿出什么证据才能让企业们相信他罚的是你的违法行为，而不是企业账上的现金看上了你这一点呢？那当然了，这不是一个阴谋论式的诛心我们恰恰相反，其实这说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制度问题因为所有的政府都需要收入那所有的执法机关都拥有某种裁量权。真正的差别不在于政府有没有财政需要而在于制度能不能把财政需要和执法决定隔开。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携程冤不冤，而是当这个财政压力上升的时候，如何防止法律变成一张可以随时兑现的支票。好，我们一点一点来聊先看看案件本身携程到底做了什么。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并且实施了2类行为。第一类是独家交易，就是携程要求部分所谓的特牌酒店只能在携程体系内进行某种合作，不得同时把同样的资源交给竞争平台。那对一般企业而言，独家合作不一定是违法的但是当一个平台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用户入口、订单和流量，这种独家条款就可能不是平等谈判了，而是酒店用生意换取生存。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表面上看最低价好像是对消费者有利的，是吧？但同一家酒店在携程上不能比别的平台贵那问题就在于，当最强势的平台强迫酒店不得在其他渠道降价，那其他平台就失去了靠这个更低的佣金、更好的服务来争取消费者的空间了。短期看，消费者得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所谓最低价的这个标签但是长期看，这种价格竞争和平台创新等等就被锁死了。那更关键的是呢，官方通报指携程不只是在合同里提出要求，还用流量分配、平台规则和技术手段来确实的执行了这个事情。那对酒店而言，就是平台上的排序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了，因为排在前面你可能一天能有几十张订单嘛但如果你被限流、被降权、摘牌，那你可能就是空房现金流就断裂了。所以平台真正的权利往往不在这个合同的印章上，而是这个用他自己的演算法来决定谁有生意，谁可以被看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平台反垄断我们不能只看说价格有没有变得便宜，因为反垄断要保护的不是某一家竞争者，而是竞争这个词本身。那酒店能不能自主定价，
新的平台能不能用低佣金换取低房价？消费者未来还有没有选择？这些才是案件的核心。所以因此呢，从行为性质来看这张罚单并不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这个是最近的一个很好笑的词今天不聊这个梗。OK， 携程也已经公开表示了接受处罚，是吧？落实整改。那到这一步呢，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这个携程这一家大型平台描绘成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有一些反共人士就一定要这么去描述，对吧？因为权利如果不被约束，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我们说的公权力中共的还是说携程这么一个平台的权利，如果权利不被约束，它都会寻找继续扩张的边界。那好，我们继续聊51.79亿元这个罚金有多重？很多人说这是中共在杀鸡取卵，算不算？这个罚单包括35.21亿元的罚款，是吧？那这一部分相当于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多少呢？469.58亿元相当于这个销售额的7.5%。那按照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这个罚款，可以在上一年度的销售额的1%到10%之间去决定那现在是7.5%，是吧？它是在这个法定范围内的，但是靠近这个上端靠近10%的。那再加上还有16.58亿元的违法所得被没收所以加在一起最终罚没了合计51.79亿元。那如果用携程集团2025年它的624亿元的全年净营收做比较的话那51.79亿元大概相当于8.3%是很重的一拳这会直接影响当期损益、现金安排和一些投资计划。但是如果你仅仅从这个携程这个集团营收规模来判断，它还不能算是一个足以立即就搞垮携程的罚单，对吧？那我觉得把任何的这么一个重罚叫做杀鸡取卵不是很准确，这个词儿用的那真正有效的反垄断呢，本来就是你必须要对垄断者造成疼痛的，对吧？如果你是一些小的罚款，那垄断者很容易就把它当作经营成本了，是吧？你这个等于法律就失去了威慑力。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就是有没有杀鸡取卵的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对吧？因为它不只取决于说这个罚金有多少钱，还取决于另外5件事儿，就是规模是否事先清楚那同类的企业是否同样处理了。那这么一个过去被默许的行为是否是存在现在突然的去追诉重判那么罚款的这个计算是否透明呢？那企业是否有效的这种能够去申辩或者一些司法救济呢？因为企业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你画的一条明确的法律红线，对吧？企业怕什么？怕的是你是一条会移动的红线，对不对？因为明确的法律成本是可以估算的，可以整改，也可以保险，是吧？那你会移动的红线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确定的政治和财政需要，这你没有办法放进任何的商业模型去计算所以我觉得重罚不一定就是掠夺，是吧？你不能这么去定性。但是合法的罚款呢，你也不能够自动证明说你的执法动机完全没问题。现在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动机，是吧？你是不是受到你的财政的影响才去这么重罚别人，对吧？结果合法就是说他确实垄断了，该罚他，这是一种结果合法。和你去处罚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纯净，这是2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天想要去详细的掰开揉碎去给大家讲的。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很多人尤其是反攻的人现在看到这一张这个反垄断罚单立刻就会想到是中共的财政出问题了呢？其实答案并不神秘嘛，因为确实出问题
对吧？因为中国财政最重要的一根旧的支柱啊，这个一个支柱啊，正在慢慢的变细。2021年啊，我们说一些数据，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啊，收入是约8.7万亿。4年后啊，到了2025年的数据就只剩下约4.15亿元了，也就4年时间啊，下降超过52%。那今年2026年上半年是多少呢？土地出让收入只有9778亿元啊，不到1万亿。这又比上一年啊2025年同期下降了31.5%啊，这个下降速度非常的快。土地收入啊，主要是在政府性基金预算里面，它就不是一般的公共预算啊。这两套账你不能简单的去加在一起啊，你不能说我们卖地少了啊，那么就由这么一张罚单直接给补上，这没法这么做啊。但是呢，对地方政府的整体财力而言，那土地收入的下降会冲击什么啊？基建啊、城建。还有一些这个债务的偿还的安排啊等等，也会拖累一些契税啊、土地增值税以及关于房地产上下游的这些增值税所得税。那这两套预算的口径不同啊，但是压力会在同一个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去体现出来。那我们再看看2026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12.1万亿，增长了4.7%。那其中税收收入呢是9.79万亿，增长了5.3%。非税收入2.32万亿，增长了2.3%。与此同时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地方支出只增长0.6%，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债务付息支出增长4.5%。这一大串数字说明什么？不是说明财政已经崩溃了啊，但是可以看出，就是整个的中共的这个收入结构变得更脆弱，地方可以自由调整的空间缩小了你社保、医疗、教育、工资和付息，这是具有刚性的必须要付的。那但是土地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却在下滑。这是地方上那中央呢是可以靠发债安排转移支付也可以调入其他预算这个资金，是吧？它有很多选择。但是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产业很薄弱债务又很高的地区，它选择很少。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看到这一张巨额罚单，自然就会联想到说，这是非税收入罚单但是呢，还是要做一个重要区分我们就是说，非税收入不等于罚款因为国有资源和资产的这个有偿使用收入、国企利润上缴、行政事业性收费专项收入、罚没收入，这些都算非税收入。好，那我们看看数据2024年我们举例当年全国的非税收入是约4.47万亿同比大增了25.4%。那其中呢，这个罚没收入就我们经常说的罚款是多少？是4522.58亿元，增长了14.9%。它只占这个非税收入的大约10%10.1%。所以财政部呢还特别说明了当时说为什么这一年的非税收入这个增量很快呢？主要是来自部分中央单位集中上缴专项收益以及地方盘活国有资源资产所以就说这个增长不是主要靠罚款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非税收入增加直接想象成就是说政府已经开始完全靠罚款来过日子了就是反共归反共，你这个事实不能够胡说八道。但是还是得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4522.58亿这个全国罚没收入它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数目，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全国这个平均这是一个平均值它会掩盖地区的差异，对吧？因为有些地方是不需要靠这个罚没收入的，但有些地方它就是拿这个罚款
罚没收入当成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的，就中国的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说了，那真正有财政压力的这些地区，会不会改变它的执法？其实这个答案不需要任何国外的研究机构给出，就中国自己的研究已经发出过警告就是近年的中国一些学术研究已经发现了，就是财政压力和这个罚没收入之间存在可以观察的关联你比如西南财经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发现，2020年以来地方罚没收入约相当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一些地区超过10%。那而且呢，就是发现一个地区的你的这个债务付息负担越重，对上级的这个转移支付依赖越高，那对这个罚没收入的依赖往往也越明显。这不是明摆着事儿吗？就说白了，它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嘛，一直是靠别的中央支援一下转移支付，它没有，那只能靠罚钱嘛，对吧？这个是完全成正比的。好，那另一项研究呢，就整理了2014年至2019年中国政府采购网上的这个交通视频这个设备的采购资料进行了分析。并且呢，利用增值税改革造成的地方财政冲击进行识别。那这个研究就发现在具有较好道路条件的地区，那财政压力会推动地方政府采购更多的交通摄像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就摄像头增加之后呢，你这个罚款就增加了嘛，对吧？因为你摄像头多了，就能发现更多的违法行为。好，这个罚没收入就上升了。那驾驶人对于这个交通罚款的投诉也会增加。那这个研究呢，什么意思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说更严格的交通执法，那你是不是能改善道路的安全呢？是可以的。但是呢，这就是你这个创收也在增加，是吧？所以你这一个执法你这个创收增加，你就导致很多驾驶人去投诉嘛，对吧？所以这一个执法可以既有这个正当的公共效果也带来财政收益同时存在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动机是混合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解携程这个案件的复杂性举了个例子。那携程的这个垄断行为当然它是会伤害酒店和竞争的，对吧？那监管部门呢，它也有可能是在一种财政紧张的环境下更重视这个罚没的这个收入的效果，对不对？那你前者是成立的，就是携程确实垄断，但是你从逻辑上你不能排除后者嘛，就是它的这个罚款的动机也是存在的，对不对？当然了，就是这只是一个怀疑的结论。那你要说就是因为财政紧张所以去罚携程，那必须得有更直接的证据，是吧？好，那么好，地方这种研究能不能套在携程身上呢？对吧？因为携程这个案子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直接查办的是中央级反垄断案件，对吧？这你和某一个什么地方县市说为了填补这个地方上的财政缺口所进行的，我们原来聊过的什么远洋捕捞这些，这不是同一种行政结构，对吧？因为地方政府你会面对什么工资三保债务压力，对吧？但是中央政府它有一些，比如说发债转移支付跨年度调节，它有很多这种财政工具可以用。那按照现行的就是罚没这个财务管理规则这个罚没的收入应该与执法经费分离，就是按照正经的规定来说的话，所以携程的这个由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部门办理的这个重大案件，那相关的罚没原则上是入缴这个中央国库的那其中有一个所谓携程退还酒店的1.22亿这一小部分这个储备金，这就返回到商家手中了理论上这也不算财政收入所以那钱进入到中央国库了，当然不代表说这个财政激励就消失了，对吧？因为2026年中央这个罚没收入的预算是280亿元，
那你看携程这一个案子就罚了51.79亿元，那就相当于这一年的预算的18.5%完成了嘛，这比例很明显的所以当然了，这也得说清楚就是依法罚没收入这个预算它只是一种预测性的指标你不能当做这个是一种收入任务去下达给这个执法部门，是吧？因为执法部门的经费理论上你也不得和这个上缴的罚款去挂钩的当然了，这些都是理论上那么好，中国中共是否真的做到了？那你需要一些很透明的资料和外部的监督，是吧？你不能只是靠我发一些行政的这个通告文字去自我证明嘛，是不是信不信就由大家，是不是？好，那我们所以没有办法断定嘛携程是不是被拿来去补这个财政了那至少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说，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证据下这个结论，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要聊我觉得越聊越清楚。第一呢，从宏观规模上来看那51.79亿元只相当于2026上半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约0.1%也就相当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大概0.043%所以对单一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巨款了。但是对中央财政而言，它不能算是一笔能够扭转乾坤的钱嘛，对吧？所以你这么一张罚单就能解决整个财政困局吗？这个尺度是有问题的，对吧？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中国对这种大型平台开出重额反垄断的罚单，不是说在近些年这个土地财政急剧下滑之后才开始的举个例子，比如2021年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就因为2选1的问题被罚了182.28亿同一年美团也被罚了34.42亿并且还退还了12.89亿的这个独家合作保证金。那一年全国土地出让的收入仍然高达8.7万亿呢，那没出问题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说明了，就是平台反垄断这个本身其实是有一条这个之前的这种执法脉络存在的是有前面的案例的，对吧？那好，第三呢，就说携程这个案是有这个具体的举报立案调查和行为描述的官方说自2025年起陆续收到酒店的举报，然后今年1月立案并且进行了大数据和演算法的分析那这些材料是否充分那么这个罚款的比例是否适当，这些都可以讨论。但是呢，这个不能作为证据说这就是没有任何法律支撑的，只是为了让携程交钱的办的这么一个案，对吧？所以我觉得比较谨慎的说法呢，就是目前不能证明携程案是中央为了补这个财政而设计的一种收割，是吧？但是呢，事实上中国的财政压力确实正在上升这种地方上的就是趋利性的执法也是有数据有案例以及官方整治的行动作为证据的。所以因此呢，我觉得社会当然包括海外的华语世界都有理由就是要求有这个中国这个政府有更高程度的透明度所以我觉得政府如果你希望市场或者民众相信你的执法的目的是纯正的，那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公众吧，是不是？你不能要求我们不要多想，是不是？因为你掌握公权力嘛，你就你掌握着这个什么调查定性裁量，包括收款的能力，那你理应我说的是中国政府你既然掌握这么多的权利，你就理应承担更高的向公众的这种说明义务好，我们现在聊聊什么叫真正的这种创收式的执法我们举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也有这样的事儿那好，就是看看什么叫硬证据长什么样。2015年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这个密苏里州有一个叫弗格森市
他们有一个警察局啊，对他的一个调查报告。那份报告就没有说停留在一种像现在这个大部分反贼啊对携程案都是猜测嘛啊，说因为政府缺钱所以就罚款啊，它不是推测，而是呢从预算、电邮、绩效压力和执法部署之间啊，他找到了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这个弗格森市啊，是长期呢，他会把这个法院的罚款啊和各种费用当做一般基金的重要收入来源。那2010财年啊，市政府一般基金收入约1107万美元，那其中138万美元来自法院的罚款和费用啊。大家听一下这个比例啊。好，过了5年，到了2015年的预算啊，市政府呢预计会从罚款和费用取得309万美元啊，就过了5年啊，一下涨了差不多2.5倍啊，那就占这个整个预计一般基金收入的1/4了。大家看到这个比例的变化啊，当然更关键的还不是这个比例，而是它还有一个内部沟通，就是财务主管啊，他直接询问了警察局长，就是能不能多开点罚单啊，弥补一下我们这个销售税的这个短缺。而且市政府呢要求警察啊，你设计这个交通执法行动啊，你要重新设计啊，来填满这个收入管线，这是原话啊。那管理层就讨论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罚款收入啊推到这个州法啊，这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嘛，它都会有一个上限的规定啊，这个罚款收入。但是呢，就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推到那个啊，还没违法，但是尽可能推到那个上限附近。他们在研究这个事儿，所以司法部就因此啊明确指出，就是弗格森市的这个执法活动就把增加收入设为优先目标，警察和法院共同成为了收款机器啊，这就是一条可以证明啊他们是在做创收式执法的一个证据链。就是先有财政缺口啊，有动机，是不是？和这个自己还有一个收入目标，再有呢对这个执法人员的明确要求啊，就是你要改变巡逻呀、开罚单呀和一些这个罚款的方式，对吧？最终用这个罚没的收入来完成它的预算。所以我们拿这个案例来回看这个携程案啊，就目前公开资料里，那我们当然没有获得这些实际的证据啊，对不对啊？那我觉得，因此就现在还不能够那么武断的就下这个结论，是吧？但是弗格森市这个案子呀，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制度如果不公开预算关系啊，不公开这个裁量过程，不允许外部审查，那公众就只能猜。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中共这个政府的携程案的所有的这个猜都合理。啊，因为你没有公开这些东西，你不透明，所以我们只能猜。那当然了，真正消除猜忌的办法，那你不是说你去宣传啊，所有人都要求都相信政府、相信共产党，对吧？你宣传是没用的，你必须要让你的这个证据和制度变得可以被我们啊公众所有的人去验证，对吧？好，我们再讲讲这个，除了美国，讲讲欧盟啊，欧盟也有反垄断的罚款。对吧？而且更巨额啊！那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处理的啊？就是欧盟委员会是吧？我们知道听很多新闻嘛，经常对这些大型企业开出巨额的这种竞争法的罚款啊，最高上限同样可以达到企业上一年度全球营业额的10%啊。那这些钱也进入到哪儿了呢？进入到欧盟一般预算啊，并且间接减少成员国下一年度需要缴纳的预算分摊。所以呢，我们不能说这个罚款啊，你只要进入到政府预算，所以这就是政府在收割啊，这个标准是站不住脚的啊，不要这么说。那因为反垄断罚款啊，本来就应该具有2个效果，对吧？一方面是制裁和这个叫吓阻你的这个违法行为，对吧？你罚款必须得巨额才能吓阻它。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你毕竟产生了这个罚款，你就要形成公共收入，对吧？其实今天我们聊来聊去的问题就在于，你这第2个效果就增加了公共收入啊，会不会反过来去主导
你的这个第一个决定啊，就去产生这个罚款，对吧？我们就在猜这个事儿。那好，我们聊聊欧盟啊。欧盟其实也明白公众有这样的疑虑啊。那它怎么降低这个大家的疑虑呢？首先，它公布罚款计算指引啊。那以这个违法产品或服务的相关销售额，然后违法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作为一个基础啊，告诉大家我是为什么罚啊。那设定总营业额10%的上限，那以及呢罚款不专门拨给做出处罚的竞争部门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欧洲法院可以全面审查这个决定，并且有权调整这个罚款。那当然了，这些制度加在一起也不是具有完美保障的，对吧？那欧盟仍然会因为这个竞争法的一种政治化呀，或者选择性执法啊，或者计算方式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至少呢，刚才我说的这一堆的制度啊，提供了一套可检验的问题，对吧？就是你罚款依据是什么？同类的案件怎么比较呢？执法部门能不能从罚款中直接受益啊？法院有没有真正改判的能力啊？所以我觉得不要说成就是好像民主国家啊，这个罚款都是正义的，然后只要是中国政府的罚款就是收割，是吧？你不能这么武断的说这个事儿。我觉得真正比较有意义的比较，就是我们要看每一套制度啊，你如何处理，其实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就我要去罚款呀，我可以增加收入吧，这算一种人性，是吧？就这也算就是一种财政诱惑嘛，对吧？这个东西是相通的啊，无论中国还是欧盟还是美国，这种财政诱惑是相通的。但是我们要看你不同的制度设计如何去约束它，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吧，一个政府啊，那你不只是美国政府、中国政府或者欧盟政府啊，就是统称的啊，只要是一个政府。你如何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执法啊不是为了创收呢？你只是为了公平的在执法呢？我觉得有这么几项很重要的指标吧，你要做到啊。第一啊，你必须公开完整的处罚逻辑，不只是公布一个总额啊，而且你要公开相关市场如何界定支配地位，怎样认定，对吧？违法所得如何计算？你为什么选择对携程是 7.5%， 而不是 3% 或者 10% 呢？你必须得说清楚啊，对吧？那哪些情节构成了你加重或者减轻这个比例，是不是？那你当然了，涉及商业机密的资料你可以盖住，但是你这个整个推理论啊，这个链条啊，你不能够说只剩一个结论给到公众啊，我们就听一个新闻，听一个通知，对吧？你这个过程必须要公布出来，你才能够证明我这个政府啊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是吧？不是一个腐败的政府，我不是为了创收才罚款。好，第二，你必须建立一个可以比较的一致标准，对吧？那携程的这个所谓独家条款啊，最低价的要求，那你跟其他的这些在线旅游平台、外卖平台、电商平台，那他们也有可能类似的做法，你是怎么比较的呢？对不对？那你同样的也有很多违法行为，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企业规模或者一些背后的政治关系，或者你不同的财政年，你的这个紧张程度不同，结果就选择性执法了啊，然后这个标准就不公平了，对不对？你因为选择性执法就是市场最难承受的，这是一种隐形税啊，这是很多中国甚至中国企业都不理解的，这是一种隐形税，对吧？好，那第三就是把执法预算啊和这个罚没收入真正的隔开。解释一下啊，就是法律已经要求罚款决定与这个收缴分摊啊，罚没收入的与经费保障分离，就要求你必须都分开啊，并且禁止把这个罚没预算当做一个任务指标，对吧？那你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你就应该公开啊，每个层级啊，每个主要部门，你的这个罚没预算和决算啊，对于这个异常的增长的一种审计，对不对？你这个是要做的。那你比如中国某一个地方，你突然你这个罚没收入啊翻倍的增长，那你是为什么呢？
你不能说只是用4个字来解释吧，说我在加强执法，这不可以这么轻描淡写就结案的，对吧？那你造成的必然是公众不相信你嘛，那就猜嘛，就阴谋论嘛，对不对？好，第4啊，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你要让企业拥有有效的而非形式化的一些救济，对吧？因为企业需要有一些足够的时间嘛，我去查阅这个证据啊，提出一些经济分析，对吧？我的要求听证啊，你不能说你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嘛，对吧？要在一个能够相对独立的法院体系中啊，去挑战你的这个界定，对吧？你的这个违法认定啊，以及你究竟要罚我多少钱？因为如果说你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啊，没有任何的可申辩的，也不可能存在改判的话，那你这个行政裁量，你不受任何约束啊，对不对？这不公平啊，对吧？好，第5，那就是在恢复竞争啊，要把这个恢复竞争放在你政府收钱之前。对吧？因为真正的这个反垄断，你是为了反垄断嘛，对不对？那反垄断的成效，不是说看你国库收了多少罚金嘛，而是看你是不是通过这个事儿，让这些酒店能够自由选择平台啦，能够自主定价啦，然后这个佣金啊，是不是变得更透明了，对不对？那你可能有一些新的平台，是不是更容易去进入了？以及最重要的，消费者是不是真正得到了长期的更好的这个价格和服务？对吧？那这个东西是要落地的啊，而不只是说我罚了就完了，是吧？好，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第6点啊，监管这个平台的同时，也得要监管这个公权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一直做不到的啊，就是你反垄断，你不只是处理一个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啊，对不对？那你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呢，对吧？你公权力啊，包括一些地方保护、指定的交易，这些东西不是垄断吗？你现在说协成垄断了啊，你要反垄断，那你中共垄断了，谁去反你中共的垄断呢？对吧？所以这个是要问的呀，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啊，那么其实中国政府自己还真承认过。啊，这种趋利性执法是一个真的问题，他自己承认过。2025年啊，全国还开展了叫规范这个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啊，明确关注大额顶格这个处罚啊，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啊，违规的异地执法、乱收费和乱罚款。他自己2025年还搞了这么一个专项行动去整治这个行为。然后今年2月啊，又施行了一个叫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啊，明确的把这个趋利性执法列入了重点监督范围。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就说明对于这种创收式的执法的担忧啊，中国政府好像也在担忧，对吧？但问题是就是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啊，你想整治一个问题，你不能只靠这种运动式的文件啊，就是所谓运动式的文件，就是好领导一拍脑门，下边的人啊赶紧就搞出一个文件，然后好像到处都在学习啊这个文件这个精神，一个运动式的。好，结果过去之后，什么公开的数据都没有啊，什么这个问责都没有，然后什么改进都没有。好，我们回到携程这个事儿啊，再聊一聊，这到底是反垄断呢，还是财政收割啊？当然了，我们可能很多人会更愿意相信这就是财政收割，但是确实没有实际的证据，对吧？因为它确实是一宗很明显的一个反垄断案件啊，但是它也确实发生在中共这么一个财政非常敏感的这么一个时代了吧啊。所以你如果只说4个字啊，说我们依法处罚，那我觉得并不能够解决所有人的疑惑啊。我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说的所有的追问，还是可以继续的问，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携程完全无辜嘛啊，那你确实它这个平台对酒店有这种真实的控制，对吧？
那你也不能说这51.79亿元就证明说这个中共中央缺钱了啊，在收割，对吧？我觉得更接近事实的一种描述呢，就是说，好，一个掌握着巨大流量的平台啊，携程，那碰上了一个呢，需要重新建立监管权威，同时面临财政压力的这么一个政府啊，现在的这个中共政府，所以这两股力量呢相遇在一起，就发生了这个案件。我觉得对中国经济而言，我觉得最该担心的不是说携程这个平台啊少了这么多钱啊，而是说企业对于这个规则的一个预期啊，这也是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中国的企业啊，如果相信啊，说啊只要不独家、不操控价格、不滥用这个演算法啊，就不会被任意的追溯。如果大家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些，那么好，这张罚单呢，可能可以帮助改善市场，啊，改善中国的这个市场。但是呢，可能现实是恰恰相反的。我觉得很多企业通过携程这个案啊，包括这些年的事情，得到的来自中共政府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多年普遍存在啊，甚至一度被默许的做法，可以在你这个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突然就被重新定性了，对吧？而且处罚的比例缺乏可以比较的标准，啊，罚没款的这个预算作用又没有办法被外界去查证。那我觉得这个法或者这个案子对这些企业的就起不到教训的作用嘛，对吧？他就不会说我就乖乖的我停止垄断，对吧？他还会做什么呢？他还会减少投资，增加这个企业的现金储备，啊，把它的业务和资产移出这个高风险的地区，啊，为什么要做的？就是本来发生了一个这个反垄断法，那我只要注意我不要去垄断就可以嘛。但是为什么要额外的又减少投资，又增加现金储备，又做很多业务调整？为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杀鸡取卵啊！因为你的怎么说呢？法律啊，应该是让这个违法的行为变得很昂贵，对吧？但是现在反过来是变成了什么呢？让你的这个守法的行为变得不可预测。本来应该是保护这个市场的。什么叫杀鸡取卵？不是说这51.79亿从携程拿走了就是什么杀鸡取卵，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啊，是标准的问题，是其他企业看这个案件的一个对未来的预期的问题。你不透明啊，你标准不统一，今天我说的所有这些问题就会造成其实你在毁这个市场。那么企业怕的根本就不是法律，对吧？法律是可以遵守的，是可以扔进商业模型里去计算成本的。企业怕什么？包括所有的个人怕的是什么？都是法律之外的东西，这个需求，对吧？携程这个案件，表面上看是酒店价格呀、流量分配呀、平台垄断呀，就是这些字词，对吧？更深一层，实际上我们是看到的就是中国经济，你正在面对一个制度上的一个拷问嘛，对吧？就是土地财政衰退了，现在，那你地方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收入，经济增长放慢了啊，那你传统的这个税基啊，那你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自然的扩张了。好，那你当正常的可预期的收入都变少了，那政府当然很容易就转向那些带有裁量权的收入了嘛，你什么盘活资产呀、追缴欠款呀、这个补税稽查啊，包括这个行政罚没，那这些手段是违法的吗？不一定，对吧？但是也不一定正当。那你说欠的税，应不应该追啊？应该。那携程这种垄断应不应该罚啊？应该。那公共资产是不是可以合理的去盘活？都应该。但是真正的危险是什么？
就是你的财政需求开始决定何时去执法，选择谁去执法，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最危险的开始了。就是法律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尺，而变成了一张可以依照你的缺口去自由伸缩的网所以一个政府你怎样证明自己的执法不是为了创收？怎么证明呢？不是靠你发誓宣誓发文件不是，对吧？你也不是说我要求这些企业都表态说我诚恳的接受这个你这个政府的这些惩罚，不是的，对吧？那也不是说把所有的怀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都说成你在抹黑我，你这些都无法证明，对吧？都证明不了，你只能靠公开的规则、可以比较的案例罚没和你的经费要隔离然后有独立有效的这种法律救济，对吧？以及最重要的，真正你所谓的整改之后的市场结果有没有真正的改善，对吧？携程肯定是应该要为自己的这个平台权利付出代价的，但是我觉得想做这期节目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听到的中国人吧，你可以理解就是携程垄断了。它有一种平台权利它要为这个权利付出代价。那同时政府也应该为自己的公权力付出代价。什么代价？你至少要承担一个证明的责任吧，对不对？所以企业当然就再说一下这个很重要的话企业怕的从来就不是法律你一个明确的稳定的而且公平的法律反而是企业最需要的公共产品那企业真正害怕就是法律之外的那个无法预测、无法预期的那个需求，对吧？你今天是什么监管，明天是财政后天又是什么别的任务全是你中共派下来的任务，这企业怎么做对吧？所以你一个政府如果你能够证明你的这个罚没的就是你为什么罚他？你是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垄断行为在罚他，而不是说你其实是在盯着收割这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对吧？你怎么证明？那现在有这么多的诛心，这么多的阴谋论关于携程案，对吧？对于中共，那我们今天说了一些客观的话，但是呢，客观的话只是为了让我们不陷入一个那种极端的纯为了反共去反共的特别降智的一些话，我们不要说那种话。但是今天这期节目所有的对于中共政府的这种追问他是必须要回答的因为我觉得最后说一句吧，我觉得只有当企业们能够相信说你会公平的执法，就我在这个市场这个规则是可以公平的执法，我违法成本很高那我不违法，我守这个法，怎么守这个边界很清楚，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会追加投资你整个这个市场才有一个长期的繁荣。那我觉得这些就是携程这个51.79亿元这个罚单之后可能我们今天真正应该追问的一些问题以及真正我们应该去反思的一些角度好，今天就聊这么多感谢收看、订阅、分享。